这一轮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史无前例的强，但不是很持久。超高关税只持续了1个月，中美就坐在这个桌子上谈笑风生了，这让那些率先投降的国家和地区多少有点尴尬。就像练葵花宝典，看到第1页的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就举刀咔嚓了，没想到第2页写着不必自宫也能成功。我也挺尴尬，本来想蹭热点水一期视频，谁知道刚水一半就停战了。但还是坚持做完吧。俗话说，战争的结果就是谈判桌，贸易战也一样，看谁先扛不住疼。那怎么才叫疼？第一疼，我想卖的东西卖不掉；第二疼，我想买的东西买不到。2024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的来说可以分成2个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大豆、石油、天然气这种农产品和原材料，中国肯定会想办法去巴西买更多的豆子，让美国更疼。第二类是集成电路、医疗器械和航空产品这些超高端的制造业。航空产品包括飞机整机和飞机零部件。从中国的角度看呢，2024年中国一共进口了122亿美元的航空产品，其中62亿都来自美国，占比过半。所以贸易战开始后，中国就对美国的航空产品下手了。2025年4月，中国的航空公司停止接收波音的新飞机，有3架涂装都已经喷好的飞机从浙江舟山的波音工厂起飞，返回了美国，退货了。中国之所以敢这么干，能这么干，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飞机整机除了美国的波音，我们还能进口欧洲空客的。实际上，国内机队从波音换成空客的进程已经缓慢进行了很多年。2024年，中国国内的飞机空客占比大约52%，已经过半。而10年前，中国的天空飞的主要还是波音飞机。看交付数量对比更明显，2024年中国共接收94架空客飞机，但波音只有59架。空客是波音的1.6倍，对比更明显的是新增订单，毕竟飞机交付很慢，下单之后等个8年10年很正常。2024年的新增订单数据我没查到，但查到了2023年的。中国大陆新增空客飞机订单160架，而新增波音订单是0，两项对比可以认为空客的订单数是波音的无穷大倍。当然，我查到的数据有可能有偏差，如果你2023年下单了波音飞机，在评论区提供发票或者支付记录告诉我，我给你置顶更正。可以想见，未来在中国，波音飞机可能成为小众品种，而这个结果也不只是中国的一己之力，波音自己也功不可没。因为从全世界范围看，2023年空客拿下了2094架订单，而波音只有1314架，空客是波音的1.6倍。除了整机，还有飞机的零部件，零部件就不一样了，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很强。分成2部分，一部分是国内已有的飞机，维修保养需要美国的零件，另一部分就是中国自己造的飞机 C909 和 C919， 甚至后面的 C929 都非常依赖美国的零件。众所周知， C919 的核心系统基本全来自美国，包括航电、飞控、液压、辅助动力、机轮刹车、燃油系统等等。另外，发动机是美法合资的，最起码算是半个美国货吧。真正不来自美国的核心系统，我知道的就只有起落架和空气管理系统，来自欧洲的利布海尔。总之，假设一架飞机的生产成本是5个亿，美国零部件至少也得值2个亿，超过40%。C919 如此，比它更早的 C909 也一样，核心供应商都来自美国。宽体客机 C929 的供应商虽然尚未公布，但核心系统必然还少不了一众美国企业。没办法，人家在这个超高端的制造业具有强大的统治力。那么你肯定会问了，贸易战打起来， C909 以及 C919 的生产成本会不会大幅增加？毕竟这些美国零件进入中国，如果收100%的关税，那飞机的成本就要增加好几亿，让很多准备下单的观众老爷菊花一紧。要我说，你先别害怕，换个角度想，针对美国进口产品的这些关税是谁收的？那显然是中国政府收的呀。所以多大个事儿，政府不收不就行了吗？那你说政府他会不会不收呢？我也不知道啊，但找到了几份文件，辛苦我了，供看视频的各位领导参考。第一份，2018年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发了一个加急的文件，叫《大型客机和大型客机发动机研制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明确指出，对研制大型客机和大型客机发动机所需的进口原材料、零件、软件、技术资料免征关税和增值税。那啥是大型客机呢？文件也规定了，指的是空载重量大于45吨的民用客机。那你知道 C919 的空载重量是多少吗？是45.7吨，刚刚好满足要求。然后文件还规定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期限
是2015年初到2018年末。那你知道 C919 首家试验机是什么时候下线的吗？是2015年末。刨去生产装配周期，进口零部件时刚刚好赶上免税，一切都是那么巧合。整个文件只字未提 C919，但处处都有 C919的影子。第二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2019年发的文件，对研制大型客机和大型客机发动机的企业免收增值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已经征收的全退。而对于大型客机的定义 ，C919 也刚好满足。第三份文件，财政部和海关总署发布的2021到2030年免征民用航空维修用零部件进口关税的通知，只要你进口零部件是为了维修飞机的，全行业都免关税，当然也包括 C919。总结这三份文件，也就是 C919 研制阶段的进口关税免了，维修阶段的进口关税也免了。同时，对 C919 的制造商中国商飞还有让其他企业看见之后都流口水的税收优惠政策。那么你大胆猜一下，这个 C919 生产阶段的关税，政府会不会也给免了？如果确实免了，为啥查不到专门的通知呢？我猜测可能是因为 C919 的总装厂位于保税区内，本身就有税收优惠的性质，不需要专门发通知。但猜的对不对？还希望商飞以及懂行的领导解疑打惑。总之，从 C919 诞生以来的情况看，你大可不用担心你已经下单的飞机会因为高关税而停产。那有国际友人可能会问了，政府专门针对 C919 以及中国商飞免税，这不算贸易补贴吗？算。但国际贸易中有一句流传已久的话，我只讨厌两种人，一种是搞贸易补贴的人，另一种是反对我搞贸易补贴的人。因为波音和空客的政府补贴，你去查查，美国和欧洲已经在 WTO 对骂了多少年了？更何况川普上台之后 ，WTO 也名存实亡了。其实对 C919 生产构成真正威胁的还不是关税，而是美国对发动机以及其他零部件的断供，这是有可能发生的。那断供之后，国产的能不能顶上呢？很遗憾，我感觉3-5年之内还顶不上，因为供应商实在太多，产业链太长，缺哪一个这飞机都飞不起来。更何况全都国产化替代之后，飞机还要重新适航取证呢，这都要花很长时间。但无论如何 ，C919 的全部国产化，我觉得仅仅是时间问题。国产发动机长江以前一直都在搞，其他的机载系统，在上海也成立了专门的民用航空机电公司去搞国产化。我在东南大学官网看到一则2023年的校招通知，硕士40万起，博士90万起，是不是很吸引人？有找工作的兄弟别错过机会。很多行业的发展已经证明，断供的结果很可能是加速培养竞争对手。本来还能一块开开心心赚钱，结果却搞得互相不搭理，多难看啊！好了，这一回蹭热度蹭个寂寞，你随便给我点个赞吧，也别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家庭群了，可能耳朵都懒得点开。我是马哈耶夫，咱下期见了。